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今天我们要聊一只很有代表性的消费股 Domino's Pizza， 也就是达美乐披萨，股票代码 DPZ。它卖的是披萨、鸡翅、芝士面包和外卖服务。但过去很多年，华尔街给它的待遇并不像一家普通披萨店，因为达美乐最厉害的地方，从来不只是把披萨烤熟，而是把披萨外卖做成了一套高效率的加盟、供应链和数字下单机器。股价曾经接近$500，现在回到$300附近。这个位置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达美乐没有突然失去品牌，也没有突然卖不动披萨，但它身上的高增长光环明显暗了下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 DPZ 到底是披萨王者被市场低估，还是一只正在从成长股变成成熟消费股的公司。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达美乐这个故事要从1960年的密歇根州讲起。当时汤姆·莫纳汉和弟弟詹姆斯借了$900买下了一家叫多米尼克的小披萨店。这个开头一点都不华丽，两个人不是含着金汤匙创业，也不是拿着风险投资砸市场，他们只是接手了一家本地小店，想靠卖披萨把生活过下去。后来弟弟詹姆斯把自己那一半股份换成了一辆大众甲壳虫。今天回头看，这可能是美国餐饮史上最贵的一辆二手车。汤姆·莫纳汉留下来继续做披萨，他很快发现披萨这门生意最麻烦的不是把面饼、酱料和芝士凑在一起，而是怎么把一张热披萨又快又稳地送到顾客手里。大学宿舍、家庭客厅、球赛夜、加班办公室，这些场景都不是为了坐在店里慢慢吃饭，顾客想要的是方便、速度和确定性。达美乐后来能长大，就是因为他抓住了这个很朴素的需求，让顾客不用出门也能在确定时间里吃上一顿热乎的晚餐。这也是达美乐和很多餐饮公司的不同之处。很多餐厅靠地段、装修、厨师和堂食体验，达美乐从一开始更像是一家围绕配送效率搭起来的餐饮公司。它早期最出名的标签就是30分钟送达。这个承诺后来因为安全和法律风险退出美国市场，但它给消费者留下的印象非常深。点达美乐就是图一个快。快这件事儿听起来简单，背后却要求门店足够密，菜单足够标准，生产流程足够稳定，配送半径足够合理。披萨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把同样的东西在成千上万家店里用差不多的速度和质量交到顾客手上。达美乐历史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2009年前后，这家公司并不是今天这种执行力强、数字化强的形象。当时很多消费者对达美乐的评价很差，甚至有人把它的披萨说成像纸板一样。对于一个大品牌来说，最难的不是听到批评，而是公开承认批评有道理。达美乐后来选择了一个很大胆的方式，把顾客的差评放到广告里，承认老配方不够好，然后从面饼、酱料、芝士到整体口味重新调整。这段故事很重要，因为它说明达美乐的基因里不只有配送速度，还有一个特点：当系统出问题时，他愿意把整个系统拆开重做。今天看 DPZ， 不能只看它卖了多少披萨，而要看它背后那台机器怎么运转。加盟商开店，总部收取品牌使用费、特许权使用费和广告基金。美国和加拿大的门店还大量依赖达美乐自己的供应链中心配送面团、奶酪、酱料和包装材料。顾客在手机上下单，门店接单制作，配送员或者外卖合作平台把食物送出去。看起来是一个简单订单，背后其实经过了品牌、门店、供应链、广告、数字系统和配送网络。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达美乐全球门店超过22300家，覆盖90多个市场，其中99%由独立加盟商运营。这个比例非常关键，它意味着达美乐总部不用自己承担绝大多数门店租金、人工和日常运营压力，加盟商承担开店资本和一线经营，
总部通过特许权使用费、广告费和供应链服务赚取相对稳定的收入。对资本市场来说，这种模式的吸引力在于低资本开支、高现金流和可复制。开店的钱主要不是总部出，但门店越多，总部的品牌、广告和供应链收入越厚。更深一层看，达美乐的供应链不是后台小事，而是它商业模式里很重要的一块利润来源。很多餐饮品牌只把供应链当成成本中心，达美乐却把供应链做成了加盟体系的一部分。面团在集中工厂里生产，关键原料统一采购，再配送到门店。这样做有几个好处：产品口味更稳定，加盟商不用自己去谈复杂采购，总部的规模采购能力更强，遇到价格战时也更容易统一动作。披萨行业越进入低价竞争，供应链越能体现差距，因为打折不只是让利给消费者，还会挤压加盟商利润。总部有没有能力把原料、配送和广告效率做到足够好，直接决定这个价格战能打多久。数字下单是达美乐另一个容易被低估的护城河。官方资料显示，达美乐2025年美国零售销售额超过 85% 来自数字渠道，这个比例放在餐饮行业里非常高。它的意义不是公司有一个应用程序这么简单，而是顾客已经形成了直接去达美乐下单的习惯。很多人不是打开外卖平台慢慢比较几十家餐厅，而是直接点开达美乐，选套餐，用积分等配送。这样一来，达美乐不仅少受第三方平台抽成影响，还能积累自己的用户数据，知道谁爱点什么，什么时候下单，对什么优惠更敏感。过去几年，达美乐也开始拥抱第三方外卖平台，这个动作放在历史里看很有意思。很长一段时间，达美乐是餐饮行业里少数坚持自己做外卖的公司，他不想把顾客交给外卖平台，也不想让平台拿走太多利润。但当 DoorDash、Uber Eats 变成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默认入口，达美乐也不得不承认，完全不进去就等于错过一部分新客。于是现在的达美乐既要保住自己的数字入口，又要通过第三方平台触达那些平时不会主动打开达美乐应用程序的人。这个平衡很难，平台可以带来新订单，也会增加价格透明度和费用压力。所以达美乐的优势不是单点能力，而是几件事儿扣在一起形成的飞轮。门店密度提升，配送速度，速度提升，用户体验，用户体验带来复购，复购带来更高销售额，更高销售额支撑广告和供应链规模，供应链规模又反过来支持价格和加盟商利润。这个飞轮顺的时候， DPZ 看起来像一只披萨科技股，股价过去多年走强，不是因为披萨突然变成高科技，股价过去20多年走强，不是因为披萨突然变成高科技，而是因为市场喜欢这种标准化、轻资产、现金流和回购组合。但到了2026年，这个飞轮开始变慢。达美乐第一季度总收入 11.5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 全球零售销售额在剔除汇率影响后增长 3.4%， 营业利润 2.30 亿美元，同比增长 9.6%。 只看这些数字，公司并不难看，问题出在更前端的需求数据上。美国同店销售只增长 0.9%， 国际同店销售下降 0.4%。 对于一家靠稳定复购和强运营闻名的公司来说，老店增长放慢比总收入增长更值得重视。同店销售可以理解成老店的真实体温，开新店可以把总销售额推上去，涨价也能让收入看起来更高。但老店有没有更多顾客，顾客有没有更频繁下单，最终要看同店销售。美国同店销售 0.9%， 说明业务仍在往前走，但速度已经明显慢下来。国际同店销售转负，说明海外市场也开始遇到压力。达美乐不是卖高端珠宝，它卖的是高频晚餐选择。消费者一旦减少下单频率，这种变化会很快体现在同店销售里。净利润这一行也没那么顺。
第一季度净利润1亿3980万美元，同比下降 6.6%， 摊薄每股收益 4.13 美元，低于去年同期 4.33 美元。这里面有投资重估等因素影响，但市场看到的是一个组合，收入增速不高，同店销售弱，每股收益下降。公司还把全年美国和国际同店销售预期都调整到低个位数增长。对曾经享受高估值的消费股来说，这组数字足够让投资者重新算账。达美乐现在的问题不只是自己执行的好不好，整个披萨行业都在降温。消费者钱包变紧，外卖费用变高，折扣敏感度提升，餐饮选择也比以前多太多。以前周五晚上点披萨是最省事的家庭选择，现在消费者可以在外卖平台上刷到炸鸡、汉堡、墨西哥卷饼、寿司、奶茶、沙拉，也可以去超市买便宜的冷冻披萨。达美乐仍然很强，但它面对的是整个晚餐场景被重新分配。Pizza Hut 的变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百胜集团在2026年6月宣布出售 Pizza Hut 业务，交易合计27亿美元。中国大陆以外的大部分 Pizza Hut 业务卖给私募机构 Long Range Capital， 中国大陆业务卖给百胜中国。一个曾经代表美国披萨文化的老品牌，现在被母公司从组合里剥离出来，这不是小事。它说明披萨这个品类的竞争已经很难再靠老品牌惯性解决。老品牌要么重组，要么找新资本，要么接受更低增长。Papa John's 的压力也很明显。2026年第一季度，它北美可比销售下降 6.4%， 这是非常难看的数字。Pizza Hut 在出售， Papa John's 在承压。达美乐虽然表现最好，但它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行业温度。看 DPZ 不能只看达美乐自己，还要看披萨行业里其他玩家正在发生什么。强者在弱行业里可以继续拿份额，但行业风向变冷时，市场愿意给强者的估值也会下降。把视角放到更大的餐饮行业，达美乐的位置会更清楚。麦当劳第一季度全球可比销售增长 3.8%， 美国市场增长 3.9%。它靠的是极强的品牌、门店密度、早餐、咖啡、鸡肉、汉堡和全球菜单组合。Chipotle 第一季度收入增长 7.4%， 可比销售增长 0.5%。虽然利润率下降，但它还有门店扩张和更健康、更可定制的快休闲叙事。星巴克的估值很高，背后是市场对管理层改革和中国、美国业务修复的期待。相比之下，达美乐的优势是现金流和加盟效率，短板是品类看起来没那么新鲜，老店增长也已经放慢。这就是同类公司对比的核心。麦当劳像全球餐饮基础设施， Chipotle 像高频快休闲成长股，星巴克像一个正在修复的第三空间品牌。百胜现在更想保住 KFC 和 Taco Bell， 把 Pizza Hut 这个包袱处理掉。Papa John's 还在证明自己能不能重新找到增长。达美乐夹在中间，它比 Papa John's 和 Pizza Hut 强很多，但它又没有麦当劳那么大的品类广度，也没有 Chipotle 那种健康餐饮增长想象。它是一家很优秀的公司，但市场正在讨论它是不是还应该享受过去那种高成长溢价。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行业最需要证明增长的时候，达美乐宣布换帅。2026年10月1日，乔丹将接替拉塞尔·韦纳成为首席执行官。乔丹不是从外面空降来的救火队员，他在达美乐已经工作15年，做过营销、美国业务和运营管理。这个任命传递的信号很清楚，达美乐现在不是要换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而是要找一个更懂门店、更懂加盟商、更懂数字运营的人，把已经存在的系统重新提速。新管理层要解决的不是一个靠发布会就能解决的问题，达美乐需要让消费者觉得它仍然便宜、方便、可靠，还要让加盟商在优惠不断的环境里赚到钱。总部推出促销，比如 9.99 美元套餐、半价披萨、世界杯相关活动，短期可以拉动订单，但促销不是免费的，折扣越多，加盟商利润越薄，订单越依赖低价，品牌的定价能力越弱。达美乐必须在吸引顾客和保护加盟商经济模型之间找到平衡。
加盟商经济模型是 DPZ 最值得深扒的地方。总部利润看起来很好，但每一家加盟店都面对人工、租金、配送、食材和促销压力。总部希望同店销售增长，加盟商希望每单有利润。总部希望增加门店密度，加盟商担心新店分走老店订单。总部希望用第三方平台带来新客，加盟商需要承担相应费用和复杂运营。这个系统之所以能跑很多年，是因为总部和加盟商大体共赢。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开店速度、服务质量和消费者体验都会受到影响。估值就卡在这里。DPZ 现在股价大约298美元，市值接近100亿美元，市盈率大约17倍。这个数字已经明显低于麦当劳的大约22倍，也低于 Chipotle 的大约30倍，更低于市场给星巴克修复故事的估值。乍一看 DPZ 确实不像过去那么贵。用2025年 6.72 亿美元自由现金流粗略看，当前市值对应的自由现金流倍数大约在15倍上下。对于一家全球品牌、加盟体系成熟、自由现金流稳定的公司，这个价格不算离谱。但低估值也不是白送的。达美乐的资产负债表有明显杠杆，第一季度披露的杠杆比例是 4.3 倍。公司长期通过分红和回购回馈股东，这在生意顺的时候非常舒服。过去达美乐就像一台披萨现金流机器，卖披萨收加盟费赚供应链钱，然后把现金通过分红和回购还给股东。问题是，一旦同店销售持续放慢，加盟商利润承压，回购能发挥的作用就会变小。回购可以减少股本，却不能让消费者多点一张披萨。所以看 DPZ 最好不要只盯着一个市盈率，更合理的方式是把它拆成几种可能的情景。如果美国同店销售重新回到 3% 到 4%， 国际市场恢复正增长，新首席执行官能把优惠数字化和加盟商利润重新协调好，那么17倍左右的市盈率确实有修复空间。市场可能会把它重新看成强品牌、强现金流、低资本开支的餐饮复利股。如果美国同店销售长期平在 1% 上下，国际业务也只是小幅增长，那 DPZ 更像一只成熟消费现金流股。它仍然可以分红，可以回购，可以慢慢开店，但估值很难回到过去高点。这个情景下，投资者赚的不是高速成长的钱，而是现金流、分红、回购和温和估值修复的钱。如果更坏的情况出现，比如消费者继续减少外卖，加盟商利润被折扣压住，第三方平台带来的订单质量不高，国际市场继续拖累，那么17倍市盈率也未必便宜。因为餐饮股最怕的不是1-2个季度数字难看，而是品类热度下降以后，管理层不得不用越来越多促销换越来越少增长。到那时 DPZ 的估值会从优秀餐饮复利股继续往普通成熟消费股靠。接下来几个季度最值得盯的不是达美乐还能不能开店，而是老店有没有恢复动力。美国同店销售如果能从 0.9% 重新回到更健康的水平，说明促销、菜单创新、外卖平台合作和新管理层执行开始起效。国际同店销售如果继续转负，就会削弱市场对全球开店故事的信心。披萨行业不是没有机会，但它需要重新证明消费者愿意继续把达美乐当成高频晚餐选择。数字渠道也要继续看，超过 85% 的美国零售销售来自数字渠道，这是达美乐很强的基础。但数字化不是一劳永逸，外卖平台、快餐平台、便利店、超市冷冻食品都在用自己的应用程序积分和优惠抢用户。达美乐如果只是一个披萨品牌，护城河会变薄。如果它能继续把用户留在自己的数字入口里，再配合门店密度和供应链效率，护城河就还在。菜单创新也会成为一个小但重要的变量。披萨品类本身很成熟，消费者不会每天因为新口味而疯狂下单，但合适的新品可以制造重新打开应用程序的理由。芝士夹心饼边、优惠套餐、世界杯活动、会员权益，这些动作单独看都不大，
但组合起来就是达美乐维持用户频率的工具。餐饮行业有时候不是靠一个大招，而是靠很多小动作把顾客一周少下的一单拿回来。从商业故事角度看，达美乐最精彩的地方是他把一个极其普通的东西做到了极致。披萨不稀缺，餐饮也不轻松，但达美乐用标准化、配送、数字下单、加盟体系和供应链，把一门小生意做成了全球网络。今天市场重新给它打折，不是因为这家公司突然失去价值，而是因为过去那套高增长、高回报、高回购的叙事遇到了披萨行业降温和消费者预算收紧。如果你把 DPZ 当成高成长股，现在的数字确实不够漂亮。美国同店销售不到 1%， 国际同店销售转负，新首席执行官还没正式接棒，行业里2个老对手都在重组和出售边缘徘徊。如果你把它当成成熟消费现金流公司，故事又没那么差。它有全球品牌，有22000多家门店，有强供应链，有数字下单入口，有自由现金流，也有继续分红和回购的能力。我的理解是， DPZ 现在最值得看的地方，不是它还能不能像过去那样一路涨，而是它能不能在一个没那么热的行业里继续拿份额，继续产现金，继续用合理价格回购股票。披萨行业变能以后，强者不一定立刻变弱，但估值会先降温。达美乐这场戏已经从高速成长的披萨科技股变成了成熟消费现金流公司，能不能重新证明自己？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您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